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而外交部对外宣称，任何人不可能因言获罪。可是我的父亲周德勇在2021年4月23日被中共警方非法抓捕关押至今，长达2年时间。期间，我的爷爷在2022年11月份去世，我们多次申请取保候审都被公安当局拒绝。我的美国国会议员 Gus Bilirakis 已经3次致信习近平，呼吁释放我的父亲。同时，美国8位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斯考特，在2022年9月份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国务院采取行动，施压中共释放我的父亲。我的父母是在2019年年底来美国看望我，他们原本在美国计划停留1个半月的时间，但是恰好疫情爆发，回国的航班被取消了。到2020年10月份，我父亲决定回国，而我母亲决定留在美国。我父亲回国不到半年时间，在2021年4月23日，山东省东营市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闯入我们家中，将我父亲非法逮捕，不仅没有出示逮捕证，甚至没有通知家属。我和我母亲虽然在美国，但是我父亲的弟弟、我爷爷奶奶依然留在国内。根据大陆的刑事诉讼法，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后，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最多不超过48小时通知家属。中共警方的做法已经在侵犯自己制定的法律了。我就问滨海公安局一句：你凭什么不通知家属？我们是在几天之后从朋友口中得知这个消息的。不仅如此，在我父亲被捕初期，当地公安拒绝告知我父亲的下落。我和我母亲多次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给公安局打电话，没有一个人告诉我的父亲是生是死，被关在哪里都不告知我们一声。我给大家听一下当时的录音。你爸周德勇，你爸不在我们这儿。那我爸在哪？你爸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你再联系别的地方行吗？那这样好吧，就是不是你今天上午不是打了好几遍电话了吗？那这样好了，就是说，替我向你领导转个话，因为我知道你可能有些事情也做不了主，好吧？我就说个话，就没别的了啊。不是你说这个周德勇这个名字啊，这个不是我们派出所办理的这个事儿，你说的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我没法给你传达这个事儿，是吧？你再问问别的地方。那你让我问哪里呢？哎，你问问别的地方。海星小区不是你们的片区吗？是我们的片区。那你现在是想知道啥事儿呢？我知道我爸现在在哪里。在哪儿？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关键是不是我们办的事儿啊？不是你们办的事儿，那是谁办的事儿？对，这个我不清楚啊。我们退1万步讲，就算我父亲犯了法，在宣判之前都是无罪的。我们家属也应该知道我爸爸在哪里吧？到底是生是死，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联系了我的美国国会议员 Gus Bilirakis。那我和我议员认识多年，我在4月27号联系议员，4月30号我的议员就把信写好寄了出去。我非常感谢我的议员，在过去2年中 Bilirakis 议员先后3次给习近平致信。那以下是我国会议员 Bilirakis 接受采访的视频。 Through my constituent, I'm experiencing this. As a matter of fact, I talked to him this morning. And he'll be next week. He'll be back in the district, and I plan to meet with him one-on-one. His mother was a practitioner. The father was kind of silent, and he's being detained. Just they broke into his house. I understand. It's a very serious thing, and I understand that if the father's convicted, he will spend years in jail. We can't sit back and watch this happen. We have to do everything we possibly can. Now, I just recorded a message this morning, and with regard to the persecution going on in China, and we plan to put it on YouTube and just get the message out and talk to my colleagues
on how important it is. And I'm the co-chair of the Religious Freedom Caucus, so I have a duty and obligation. 直到5月初，我们才知道我父亲被关押在当地的看守所。然后我联系了律师，想请律师去看一看我父亲。那可能身处国外的朋友不清楚啊，在中国大陆一旦被抓捕之后啊，家属是没有会见权利的，只有律师可以会见。可是我们仅剩的律师会见的权利也被执法机关剥夺了。我的律师大概在5月10号开始联系公安局要求会见，公安局是一拖再拖，万般无奈。我的律师5月19号从北京飞到东营，亲自跑到公安局和看守所递交材料，然后被告知你1个星期以后再来吧，那个时候就能见了。然后我们满怀希望又等了1个星期，结果在会见前一天，就在5月25号，我的律师接到了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谢警官的电话，被告知因为昨天雷雨导致设备坏了，所以会见取消。我查过天气预报，当天东营只是下了点小雨，但就算有雷雨，能把你设备给劈了吗？你设备是放在楼顶吗？是需要天天晒太阳吗？请听我和谢警官的对话。你好，啊，就是因为我刚听律师说本来说是周3去见面，但是就是突然说不能见了，是这样吗？他因为他那个仪器不行啊，因为啥？昨天咱这个东西是雷雨，要是不行，到时候弄好了，到时候再跟律师联系。那这样的事情，我给我的美国议员和我的美国朋友解释，他们都非常震惊，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设备放在屋里面，外面下了雨，我是不明白，这是下雨把设备给淋湿了，还是打雷给劈坏了？这到底是什么设备啊？不是中国的房屋质量天下第一，中国制造的设备天下第一吗？怎么下个雨你就不工作了呢？5月26日当天，我的律师坚持从北京赶到山东东营，公安局依然拒绝会见，理由还是设备坏了。当时我非常着急，给检察院打电话，我就说了，刑事诉讼法保证我们最基本的权利，律师可以会见我父亲，这是中国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为什么就不遵守呢？怎么刮个风下个雨设备就不行了呢？我同时告诉检察院，我的美国国会议员已经给习近平写信了。你们猜怎么着？电话挂断不到半个小时，我律师突然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说现在又可以会见了。你如果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你就知道这里有太多神奇的事情发生，刮个风下个雨，屋里的设备都能给弄坏，一通电话之后，设备又能突然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叫做社会主义速度。说到这里呢，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关心我父亲为什么被抓。那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母亲自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但我父亲本人并不练，他非常支持我妈妈，也非常保护我妈妈。我父亲呢也会看书，他坚信法轮功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父亲是一名法轮功的信仰者，但严格意义上并不算修炼者。像我母亲在国内的时候，经常出门发各种关于中共的真相材料，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有出去过一次。不仅如此，我父亲在家他是从来不练功的。所以我父亲被抓，那真的是因为信仰而获罪。2019年，我母亲出去发材料的时候，被监控录像看到。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家就成了警方的监控目标。但正好因为在2019年年底，我父母来美国看望我，而回国的时候我母亲没有回去，所以警方只抓了我父亲一个人。告诉你们，中央最新的精神是，对待这些练法轮功的，要从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4月23号当天，在整个山东东营地区抓捕了至少有13个法轮功修炼者。为什么呢？因为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副局长马建坚持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大案，作为他向上爬的一个功绩。而我的父亲因为学历比较高，有一定职务，被马建认定为是这个大案的主谋。公安机关从我们家搜出来的书籍材料、移动硬盘等等，很多都是我母亲使用的，但是他们不管，全部都要按到我父亲头上。他们只在乎能不能把这个大案做成，好升官发财。关于我父亲被抓，还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同案被抓的有一位阿姨，叫做孟凡云，是我妈妈的好朋友，她也修炼法轮功，但是她的先生叫韩丹，他不仅不练，而且非常反对。然而就这样一个人，依然被滨海公安局给抓了。你可以看到，
中共的法治荒唐到什么样的地步？一个人反对法轮功，但因为他老婆练也被抓了，作为同案犯处理。那另外一个被抓的是一个中学老师孟玉，他呢不过是因为上街发材料就被判了3年半的有期徒刑。这个冤假错案的背后主使正是山东省东营市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副局长马建和国保大队长安茂森。马建在国内迫害着无辜的人，同时却把自己的儿子马一鸣送到澳大利亚留学。马建，我就问你了，中国现在发展的那么好，你却把儿子送到澳大利亚，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对习近平主席有意见，还是对社会主义有意见？还有一件事，在今年1月份的庭审中，检方建议罚款10万。这类案件从来没有罚款那么重的。我爸爸贪污了吗？没有。造成了别人经济损失了吗？也没有。那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要罚款10万？我父亲因为对中共的银行系统不放心，觉得钱放在银行说不让取了，可能就不让取了，所以会在家里准备一些现金。在警方搜家的时候，搜出来接近1万美元的现金和2、3万的人民币，加起来就是10万人民币。那这帮警察搜到了钱，最后都是他们自己的奖金自己给分了。所以中共警察搜家的时候找钱找的是最积极了。这10万罚金它并不是依据法律而量刑，只是为了最后进入马建等公安机关等人的口袋而已。然后马建就用这笔钱支付自己儿子的留学费用。我在过去2年时间多次向马建打电话，他拒绝接听，所以我在这里请求各位网友一件事情。马建的儿子马一鸣在1年前来到澳大利亚留学，请各位网友帮帮我找到马一鸣的联系方式，他是山东东营人，我想和他聊一聊。我父亲自2021年4月23日被抓之后，长达1年4个月的时间没有经过任何庭审。我父亲第一次庭审是在2022年的8月。你在中国被抓了1年半时间，没有一次庭审，不给个说法。我们多次申请取保候审都被马建拒绝，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这是找了美国国会议员，我律师才在5月份见到了我父亲。当时一同被抓的其他10几个人，公安局副局长马建放言，7月1号之前一个都不许见律师。中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律师有会见的权利。还有我的爷爷在2022年11月份因病去世，申请出来为我爷爷办个葬礼都不行。更为过分的是，在今年1月15日进行我父亲的第2次庭审上，检察官任耀海的量刑意见，你们猜猜是多少年？8到12年。在中国大陆，你贪污上千万，也就是10年的有期徒刑，还给你缓刑早点放出来了。我父亲到底做了什么？你们要判10年。我父亲的罪名叫做破坏法律实施罪。你问中共，他到底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他不知道，他说不出来，这就是一个口袋罪。我们来看2017年最高检察院关于破坏法律实施若干问题的解释。那这个最高检的文件成了诸多法轮功修炼者被判刑的依据。那根据该意见的第2条，在以下情形时处罚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里面就包括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发展组织成员50人以上，制作宣传品，比如书籍刊物250册以上，标志物250件以上，光盘100个以上，条幅50个以上。这个法律本身就是一个恶法，你打印一些传单就判处你有期徒刑7年，这在自由国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们退1万步讲，就算按照这个法律，我爸爸也不应该被判刑。从我们家搜出来各种东西加起来不过是100多份，这些东西主要还都是我妈的，我爸从来不出去发材料。检察官任耀海却认为我父亲犯罪情形严重，要判处8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不仅要我们家的财，还要我爸的命，实在是太过分了。不仅如此，任耀海检察官在庭审时间明确告诉我的律师，庭审上的信息不许告诉外面，不许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家属到现在连庭审的具体过程都不知道，因为律师不肯告诉我们。为了营救我的父亲，我在过去2年间会见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我特别感谢议员 Billy Rakes 和参议员 Rubio， 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我。那 Billy Rakes 议员先后3次给习近平写信。
2022年8月26日，我的议员 Billy Rackets 第3次致信习近平，信中写道，在被拘禁期间，周先生的公民权利屡遭侵犯，而这些权利是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保护的，任何施加额外惩罚的判决都是非常不公正的。周德勇于2021年4月23日上午在山东省东营市被当地滨海公安局的公安拘留，当地警方拒绝透露周先生被拘留的消息长达2周，这违反了中国刑事诉讼法。警方在5月26日前还一直禁止周先生与他的律师联系，直至5月31日，周先生才被正式逮捕。他被拘留和被正式逮捕之间相隔1个多月，期间周先生的亲属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或警方的逮捕令，这再一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滨海公安局侵犯了周先生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我要求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考虑这一事实。就在周先生被捕的同一天，还有10多位法轮功学员也被逮捕，他们包括孟玉、孟凡云、郭红岩、贺伯清、陈小红、耿守田、刘艳美、陈国华、李学荣。我也敬请您停止对这些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的迫害，我要求您尊重他们的思想自由、良心选择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人权，并允许周先生尽快与他的家人和朋友团聚。感谢您考虑我对他迄今为止被扣留、拘捕、审判的关切，请记得我将继续关注他的情况。参议员卢比奥先是在2021年向美国国务卿致信，要求美国国务院采取措施释放我的父亲。在2021年8月，国务院法务司副司长回信表示，布林肯国务卿根据年度拨款法案第7031C 条公开制裁了一名中国官员，因为他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即任意拘留有精神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在2022年的9月份，由我的国会议员 Billy Rackets 和参议员卢比奥还有参议员 Rick Scott 联合起草了一份写给国务卿布林肯的公开信，同时总共有8位佛罗里达联邦议员签署，其中就包括美国众议员比尔波西、众议员瓦尔德明斯、众议员马斯克、众议员萨拉泽尔、众议员迈克尔华尔兹。信中说道，中国共产党23年来不断暴力压迫法轮功，自1999年以非法组织的名义取缔法轮功以来，法轮功学员被随意关押、虐待，甚至被性侵犯，并被强迫生产出口用的产品，也有可信的关于活摘器官的指控出现。这些行为是非常邪恶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也很有可能构成反人类罪。我们要求你使用所有途径来制裁所有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中共官员。我们关注法轮功学员周德勇因和平修炼而受到任意关押，我们担心周德勇在被关押期间的安危，因此我们督请你要求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向中国同行提出周德勇的案子，要求无条件释放周德勇。我在过去2年间也在和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会面，在2022年的美国国会年度人权报告中，也在呼吁释放我的父亲。我的父亲2021年被中共关押，我是2021年开始做节目的，整整2年时间，我没有说过我父亲一个字。我本来是个军事博主，聊聊乌克兰，聊聊武器装备，多好。可是中共，你欺人太甚，硬要把我逼成一个上访频道，抓捕没有通知家属，阻挠我律师会见，拒绝告诉我父亲所在地点，甚至威胁律师不让他们把庭审过程告诉我。我爷爷去世，我父亲都不能送最后一程。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拜托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请大家多多转发我的这条视频，这条视频也授权任何人进行转载。同时，我接受台湾、美国、海外媒体以及自媒体的采访，我可以进行英文和中文的采访。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家的遭遇。第二个事情，我恳请我父亲和我的校友公开呼吁释放我的父亲。我父亲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和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无论是南京大学、交通大学还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在社会上都有很多杰出的校友，比如卡内基梅隆校友李开复先生，
交通大学校友赵锡成先生，南京大学校友李路先生，还有各个大学的校友会，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为你们的学弟说一句公道话呢？第三个事情，我恳请中华民国立法委员能否发表公开信，也呼吁释放我的父亲。在2020年，前英国保守党党魁伊恩·史密斯发起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总共有超过30多个国家的议员加入。台湾在2023年1月份正式加入。美国的主席团成员正是我的参议员卢比奥先生，而来自台湾的主席团成员则是民进党的范云女士和民众党的张其禄先生。除此之外，立委林永佐先生也是成员之一。China, under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s a global challenge. 我希望能够联系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各个国家的议员，一起为我父亲发表声援的公开信。形式会参考卢比奥参议员和7位美国国会议员给国务卿布林肯的信，由2-3位议员共同起草，其他议员可以联署。那目前这个想法还在考虑之中，可能有不成熟的地方。那第4个事情，我恳请澳大利亚的网友帮我找寻公安局副局长马建儿子马一鸣的联系方式和具体的地址。我将整理马建和马一鸣的信息以及迫害资料提交给澳大利亚相关联邦和国会政府。那澳大利亚在前几年通过了马格尼茨人权法案，我相信澳大利亚政府对于迫害人权的情况不会坐视不管。我的父亲今年已经62岁了，腰和腿一直不好，已经被关押接近2年时间。作为儿子，中间种种艰辛是一言难尽。那中国有句话叫做一叶知秋，发生在我们家身上的事情，其实是发生在无数中国人身上的一个缩影。有的人因为言论获罪，有的人因为信仰被迫害，有的人因为种族被关了起来，那甚至有的人因为得罪了当权者被迫害。在过去2年时间，我在和美国国会议员会面时是这么说的：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民都这么迫害，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会遵守，你又怎么能相信他会遵守国际组织的规则？又怎么能相信中共的任何承诺呢？我是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